我明明觉醒了 SSS 级暗黑系异能，却被超神学院5大院长同时除名，就连唯一的妹妹也哭着劝我放弃修炼，只因暗黑系的异能力量过于强大，一旦遭受反噬就会彻底魔化。而且5大学院根本没有暗黑系的课程，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发展角度，都不会放一个定时炸弹在学院里。对此我只是冷笑一声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，只要觉醒了异能就能接到工会的任务，到时候就能赚钱给妹妹小雅治病。此时我刚从觉醒台走下，所过之处无不是负面评价，忌惮嘲讽，恐惧避讳敌视，却有一个小胖子满脸崇拜。林立学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偶像了，可不可以先给我签个名？我怕日后没机会了。周围人都看愣了，纷纷出言指责这小胖子分不清好与坏。暗黑系的偶像你也敢认？小胖子全然不顾周围人的评价，依旧满心期待着我为他签名。我乐了，并无嘲讽之意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欢喜。接过小胖子手中的碳素笔，大大方方在其 T 恤上签下林立2字。随后我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弘毅。好，你这个朋友我认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。听到朋友2字的马弘毅欣喜若狂。林哥，你有什么难处也一定要和我说，我马弘毅别的本事没有，就钱多，因为我爸叫马刚。卧槽，听到马刚我直接惊了，周围所有人也都惊了。马刚不是泰坦工会的会长吗？听说还是超阶1级的顶尖强者，虽然比不上学院几大院长，可实力足以排进异能界前100的行列，怪不得这小胖子有恃无恐，如此随心的。那好，祝你此次觉醒顺利。我还有点事先回去了，很快我就回到了家。坐在轮椅上看书的小雅很是不解地看向我，哥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而我则是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，掩饰不住笑意地来到小雅身前。小雅哥觉醒异能了。正在喝水的小雅突然呛了一下，真的吗哥？见到小雅这副样子，我更加下定决心，要尽快赚钱治好小雅的病。小雅接过水杯，顺了顺气血，莞尔一笑，哥你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那你觉醒的是什么异能啊？暗黑系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能够觉醒异能，对我而言什么属性都无所谓。听到是暗黑系，小雅有些担心，哥我听闻暗黑系是最容易魔化的属性，要不你还是放弃踏入异能界吧。我的病没问题的，你看我的脸色已经好多了。小雅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咚咚咚，就在这时，破旧的房门被敲响。我好奇地走到门前，拧开了门把手，就见一位戴着黑色眼镜、面相较为和善的中年人站立于门外。见有人开门来人很是礼貌地问道：请问是清华高校的林立同学吗？我是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林同学你好，我是华丽学院的招生老师钱丽华。后面这位是华丽学院的张潇同学。我的视线越过钱丽华，向着后方看去，果然还有个年轻人，只不过这年轻人的样子有些吊啊，用余光看人好似还挺不屑的模样。出于礼貌，我伸出手与钱丽华握了握。林同学，我来这里就为了一件事，你的 SSS 级暗黑系天赋被我们院长看中了，特邀请你加入我们华丽学院，待遇资源都不是问题，考虑一下吧。听到华丽学院邀请自己，说实话我心动了。华丽在6大超神学院中排行第4，院长叫黄飞鸿，超阶6级的精细强者，也是今天唯一一个没有到场的院长。听说此人逼格比较高，很少出席公众活动，但其院内的待遇却十分不错，光是每年补助学生的资金就高达100万蓝币，还犹豫什么呢？你一个暗黑系，天赋再强又如何？知道收了你我们学院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？别不识好歹。闻言我只是冷笑一声，是吗？那你又是什么天赋呢？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不就是在套路自己加入华丽学院吗？就算加入了华丽学院，又能学到什么？华丽学院没有暗黑系的课程，也没有暗黑系的修炼方法，若不是你在犹豫华丽学院给出的待遇，早就将2人请走了。这时张潇却满脸得意，我的天赋是 S 级炎系，是你羡慕不来的元素属性。我听后没忍住笑出了声来，你一个垃圾 S 级天赋，也配站在我面前狗叫？谁给你的勇气？你爹也是马刚吗？听到马刚，钱丽华、张潇先是一愣，这他喵跟马刚有什么关系？随即张潇反应过来，你这个下九流的暗黑系也配骂我？我不屑地问候了一声，还真是什么白痴都能觉醒异能，臭鱼烂虾都能站在人家房门外狗叫。张潇被彻底激怒，双手开始汇聚出火焰能量，好似下一刻就会发动进攻。张潇别太过分，快点收起异能。钱丽华见状厉声呵斥，这要是让张潇给我打坏，他回去怎么向黄飞鸿交代？那可是 SSS 级天赋的传奇之才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暗黑系要比其他所有元素系的培养价值都要高。就因为暗黑系的力量太纯，太容易汲取，所以经常会出现越级挑战的状况。只不过这越级挑战需要汲取超越自身承受极限的暗黑能量，很容易被力量所反噬，最终产生魔化。这就是为何异能界如此抵制暗黑系元素的原因。林立同学，张潇脾气不好，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，但有句话他说的没错，你的暗黑系天赋的确需要我们学院承担很大风险，其他5家学院都不愿意收留你，只有我们黄院长有爱才之心，所以还请你认真考虑考虑。钱老师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华丽学院这棵大树我抱不起，免得日后落人口舌。说到这里，你还特意瞟了眼张潇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我们黄院长什么身份？他能亲口邀请你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还敢拒绝？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！张潇这回是真打算动手了，炎系异能疯狂汇聚，2个拳头大的火球出现在身前。钱丽华见状则默默后退2步，显然是不想再阻止了。我见对方要来，真的直接关上房门，向前踏出2大步。我可不想让对方破坏自己的家，况且小雅还在里面，自己怎么跟对方打？刚觉醒异能连怎么使用都不知道，而且对方可是初阶4级的异能高手，自己不会被打死吧？林立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下跪道歉，乖乖接受黄校长的邀请，否则我就让你体验一把烈焰焚烧的痛楚。你个垃圾也配让我低头？有什么能耐尽管使出来，
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虽然表面沉稳，实则内心慌的一批。那你就去死吧！烈焰冲击，只见双拳大小的火球径直朝我面门袭来。我见状心里骂娘，这个狗东西专门往自己脸上招呼，显然是在嫉妒自己的颜值。我直接一个侧闪，勉强躲过火球，但衣袖与衣角处仍旧留下了大片烧焦痕迹。刚刚火球擦身而过，我切实感受到那炽热的高温在与皮肤接触，这要是轰在自己脸上，绝壁毁了狗娘养的。今天不给你打出屎来，算你拉得干净。随后我感知体内的能量，尝试着与体内暗黑能量建立起某种连接，没想到轻而易举的便成功了。黑色能量包裹环绕在小臂之上，对面两人见到我用出了暗黑系能量，眼神中都闪过一抹惊异之色。这也让钱丽华下定决心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你收入华丽学院，绑也得绑回去。这回轮到我，暗黑冲击。说完，暗黑能量随着我的心意而动，模仿出张潇在身前汇聚出了烈焰冲击，就连大小都是一样的。张潇见状，眼睛瞪得大大，死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凭什么能量强度跟自己不相上下？难道传闻中暗黑系能够越级挑战，竟然还模仿我烈焰冲击？张潇很憋屈也很愤怒，再次催动全力汇聚出火球，比之前大上一拳，加上是全力一击，就不信你接得下来。果然暗黑能量球的威力要比火球差上一截。张潇小溪，正当张潇得意的时候，黑色能量球突然膨胀的越来越大，一度超越了火球，然后逐渐将其吞噬。让你上课不好好听讲，暗黑系元素是可以吞噬其他元素的。什么？听到这，张潇下巴都快要惊掉了，这是什么操蛋设定？合着暗黑系越打越强烈，那自己还玩个屁啊！正值张潇分神的时候，火球被彻底吞噬殆尽，暗黑冲击直接轰在了其胸口位置，然后张潇就来了波360度高空自由旋转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哟，这就不行了，刚才不是挺能喘的吗？对于敌人我可不会心慈嘴软，干掉对方倒还不至于，但过嘴瘾还是没问题的。嗨嗨嗨，别得意的太早，你还有个妹妹是吧？张潇抬起头，阴狠的目光投向木屋内，威胁之意一览无余。见状，我缓缓收起笑容，强烈的杀意涌上心头，暗黑能量不断在掌心处疯狂汇聚，就好似那黑色烈焰熊熊燃烧。一旁的钱丽华见状，终于是站不住，跨出2步挡在张潇身前。林同学，你冷静些，张潇已经被你打伤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取他性命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怎么你也想欺我？林同学，我替张潇向你道歉，刚才他的行为的确很过分，而你也已经教训过他了，此事就此打住，我们还是继续商讨华丽学院的事情吧。好啊，把张潇的命留在这里，我就跟你回华丽。钱丽华闻言神情一滞，全然没想到我会如此记仇。至于身后的张潇，则是彻底爆发了，朝着我怒吼：林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取我的命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要让你全家死光光！撂下狠话，张潇转身就跑。我将手中暗黑烈焰甩了出去，径直追向张潇。就当你的攻击快要追上张潇时，钱丽华出手了，一记锋刃很是随意的甩出，将暗黑烈焰抵消殆尽。但此刻的我哪能服输，双掌再次汇聚能量，接连不断的朝张潇逃离路线。可甩出的暗黑烈焰被钱丽华一一打散，中阶3级异能者的气势轰然爆发，将我震退了好几步。我稳定身形后，再朝远处看去，还哪有张潇的身影啊？林同学，只要你加入我们华丽，黄院长自会出面保障你家人的安全。至于张潇他的命，日后还需要你亲自去取。看到钱丽华所展现出的实力，完全不是我所能应对的，而且对方这架势，今天不将自己带走，是绝不罢休了。可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威胁，从今往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小雅的安全问题，他说黄飞鸿能保障自己家人的安全就能保障，万一张潇在背后搞些小动作怎么办？小雅都是普通人，如何应对异能者？正当我犹豫不决，钱丽华准备好用暴力带走自己的时候，一道熟悉又略带喜感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林哥，我觉醒了 S 级雷系元素异能了。二人侧过头看去，正是马弘毅那个小胖子。此刻他脸上挂着激动与兴奋，疯狂地向我招手，而在其身后还跟着2名黑衣保镖。不用猜就知道，肯定是他老爹派给他的护卫。有个牛逼的爹就是好，我都有点羡慕这个小胖子，出生即是巅峰，还觉醒了 S 级天赋，这辈子无忧了呀。马弘毅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俩人正在飙元素异能，这阵仗分明就是要打架呀。林哥，这眼镜狗是谁啊？此时房间外，6大学院排名第4的华丽学院招生老师想将我强行带走时，小迷弟马弘毅正好赶到。力哥，这眼镜狗是谁啊？中阶3级异能如此不要脸的欺负你！钱丽华一脸懵逼，小胖子，你家里人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出口成脏，毫无教养。马弘毅的2名保镖直接上前，爆发出异能与钱丽华对峙，后者有点懵，眼前这小胖子什么来路？2名中阶4级的高手当保镖，未免也太奢侈了吧！我上前拍了拍马弘毅肩膀，由衷赞叹道：恭喜你啊，觉醒了 S 级异能，有朝一日定会成为你父亲马刚那样的高手。钱丽华深吸了口气，强行将怒意压制下去。马刚，难道你是泰坦公会马会长的儿子？马弘毅冷笑一声，正是小爷有何指教？钱丽华赶紧收起异能，马公子，我是华丽学院的招生老师，此次是来邀请林离同学加入华丽学院的，如果因为此事伤了和气，对大家而言都不太好。钱丽华干脆就将后台搬出来，于情于理对方也应给点面子才是。可马弘毅却相当不屑，指着钱丽华鼻子：你觉得你们黄院长会为了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从而与我们泰坦公会决裂吗？你也配？钱丽华都听傻了，话糙理不糙啊！今天就算自己死在这里，黄飞鸿也不可能与泰坦公会翻脸。既然如此，林离同学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番华丽学院的邀请，免得有些人会做出令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事。说罢，钱丽华转身径直离开了小巷。我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，钱丽华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，如果自己不尽快加入华丽，那妹妹的安全将会面临极大威胁。离哥，你不用怕，有小弟在。说着，马弘毅掏出手机让我记下了电话号码，随后就带着2名保镖离去了。我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其他人后，便也回到了屋子里。刚一进门，小雅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受伤？当然没有了，你哥我可是天赋异禀，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
今天晚上我们一家搬出去吧。小雅听后并未展现出不解的神色，而是微笑点头。是因为刚刚那几个坏人对吧？是的，我怕他们会再次找上门来。哥哥这些年也攒了不少钱，足够我们换一个新房子。至于小雅的治疗费用，哥哥也会尽快凑齐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我悚然一惊，难不成张潇那混蛋这么快就来报复我？走到门前，调转体内异能，随时准备迎接战。你们找谁啊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林离同学，我们不是华丽的人，用不着如此紧张。随着房门被轻轻推开，我看清楚了屋外之人，总共4位，全都身披黑袍，头戴面具，搞得跟 cosplay 一样。但别说，还真有点暗黑系那味。我们是暗黑王国的人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自己会被暗黑王国给盯上。暗黑界有3大组织，分别是魔化军团、邪灵圣殿、暗黑王国。这3大组织接容的主要目标就是暗黑系人员。其次就是那些极度渴求力量，只愿走捷径，不愿稳下心扎实修炼的人。尤其是魔化军团，被地下界称之为罪恶乐园，无论是魔化的还是罪大恶极的来者，不惧统统收下。你们也是来拉拢我的？4名黑衣人齐齐点头，为首的黑衣人十分尊敬且礼貌地对我发出了正式邀请。林离同学，你的暗黑天赋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人，我们暗黑王国所有的高层以及首领大人都特别期待你的加入，条件待遇你随便提，我们暗黑王国可以倾尽一切资源将你培养成异能界的第一人。瞧瞧瞧瞧，这才是邀请别人的正确方式，多有诚意，多有礼貌。华丽学院那2个白痴简直就是对传奇2字的侮辱。我是很想答应，可眼下搬家的问题还没解决呢，而且如果自己加入了暗黑王国，那就意味着自己彻底成为反派角色了呀。林离同学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些什么，为表达诚意，我们暗黑王国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，相信等你看了一定会相当满意。瞧瞧瞧瞧，礼物都准备好了。我迫不及待地向几人周边看去，4人齐齐后退几步，让出了一片空地。紧接着为首的黑衣人伸出手掌，熟悉的属性气息扑面而来，原来这几位也都是暗黑系强者。在我那好奇的目光下，黑衣人手中汇聚出了一颗黑色能量球，伴随几道流光划过地面上，突然多出几道身影，而这几道身影还都是死人。我吓得后退一步，但当其看清楚死尸的面容后，恐惧感瞬间消散，是张潇、钱丽华，还有3个是陌生面孔。但不用说，我也能猜得出来，肯定是张潇找来的帮手。没想到被暗黑王国的几位一锅端了。好，既然暗黑王国如此有诚意，我也没理由再拒绝了。容我打个电话安顿好家人。为首的黑衣男子点了点头，随即我回到了屋子，掏出手机给马弘毅打了个电话，将搬家的事情以及自己准备离开的事情告知了马弘毅。马弘毅二话没说，直接答应下来，并承诺会将小雅安全送到天武室，安排的妥妥当当。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胖子了，够义气。就这样，我告别了妹妹，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见了。加入暗黑王国也就意味着正式踏入异能界，想要取得一定成就，就必须要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。林离同学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2名黑衣人走上前，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，好似押送犯人一样，弄得我很是不解。没等我开口，视线突然变得模糊起来，再一回神，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云端之上了。天生的恐高症吓得我哇哇大叫。这4个货也没说要飞回去啊！林离同学，你要是害怕就闭上眼睛，或者坚持会适应一下就好了。尤其是像咱们暗黑系，中阶6级过后便能依靠自身强大的黑暗能量维持低空飞行了。神 TM 低空都跑到云上面来了，这也叫低空。可惜我现在说不出话来，只要他一张嘴，强劲的气流便会灌入口中。周围几人齐声叹息，没办法，只能降低高度并延缓飞行速度。一声怒吼就从正下方位置传来，混账，放开那个孩子！紧随其后的就是一股强大元素异能气息。4名黑衣人脸色大变，你们暗黑王国行事愈发嚣张了。光天化朗朗乾坤，竟敢掳持无辜少年！几人懵逼的抬头看了眼上空，哪 TM 来的光天化日，没话说了吧？这时我也看清了那道正向自己飞来的身影，一袭绿色军大衣，拉里拉气的中年人。可就是这样一名不起眼的二舅老爷，实力相当恐怖。主要是我感知不到对方境界。罗副院长，请你让开，这是我们暗黑王国自己的事情，希望圣域学院不要插手。我一脸懵逼，罗副院长？难道圣域学院的罗洪天？孩子你别怕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这就来救。卧槽，什么玩意，我就无辜了？这老头有毛病吧？罗洪天周身环绕紫色电流，双掌齐出，一条由雷电汇聚长达10余米的雷龙咆哮而来。这势头着实给我吓了一跳，不愧为超阶强者放出的技能，真他娘的帅！左右2名黑衣人见状，直接将我扔向了罗洪天。哎呀，我操，你们扔我干嘛？我吓得紧闭双眼，口中胡乱大喊。这4个黑衣人实在是太狗了，将我扔出后直接分散开来，毫不犹豫的跑路了。不是说我有多么重要吗？怎么关键时刻跟丢垃圾似的就把自己丢下了？罗洪天见我向自己飞来，赶忙收回雷龙，一只大手拎在了我脖领处。罗大爷，咱能不能先下去？我很难受。罗洪天点了点头，随即下降高度，落回到了地面。哎呀，我弟亲娘嘞，折腾死我了！那几个败类竟然如此对待我！暗黑王国的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孩子，幸亏你遇见了我，否则就会被他们带去暗黑王国改造成暗黑死士了。我嘴角一抽，抽什么玩意？幸亏遇见了你，遇见你才是我最大的不幸。这下好了，暗黑王国去不成了。罗副院长，我谢谢你啊。无需客气，我辈之人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罗洪天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十分感兴趣的看向我，能被暗黑王国盯上的人天赋等级都不会低于 S 级，你小子的天赋是不是也高于 S 级啊？对啊，就是因为我天赋异禀，他们才选中我的。罗洪天突然大喝一声，像你这种等级天赋的人才，没有学院收容太可惜了，跟我回去保你前程似锦。我闷头想了想，好似眼下这情况也只能这样了，反正暗黑王国去不了了，圣域学院也蛮不错的，回大不了以后自己寻求修行方法呗。备注这里主角没能加入暗黑王国，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到不爽，想给作者寄点土特产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铺垫，主角不可能无缘无故黑化正派，经历是必然的，后面会主角进入黑化加入暗黑王国，哈哈哈，欢迎你加入圣域学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离。罗洪天感觉好像在哪听过，
但一想到有重名的学生就无所谓了。由于我恐高，第二天一早两人就登上了列车。罗洪天整个一酒鬼，小啤酒一瓶接一瓶的吹。好在罗洪天爱吹牛逼，只要我稍稍引导一番，那对方的嘴可就停不下来了。林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我吹，20年前我罗洪天那也是校草级别的人物。女朋友这种东西，我一天换一个，1年不带重样的。就因为我天赋牛逼 SS 级雷系元素异能，往后叫我罗大爷。学院里面遇见什么麻烦了，尽管来找我。幸亏是顶级包间隔音效果在线，否则我恨不得钻桌底。眼前这邋遢老头太能逼刀了，那事迹恨不得把上辈子的事都吹出来。两人整整喝了6个小时，罗洪天吹了6个小时。刚出车站就见一名年纪不大、意气风发的小伙朝着罗洪天打招呼，而在其身旁赫然停放着一辆豪华接待轿车。走吧，学院的小刘来接我们了。我的后悔程度多少缓和了些。这样看来，罗洪天在学院内还是有点声望与地位的。小刘热情地打了招呼，这位就是罗副院长从暗黑王国手中救下的天才吧？罗副院长点了点头，直接回学院吧，我要帮林小子办理入院手续。刘毅启动轿车，十分顺滑地开了出去，来到学院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建筑，有现代风格，也有古代风格，总之很帅很气派就是了。罗洪天下了车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。走，我带你进去转转。我疯狂点头，这地方可真是太养眼了，必须转一转，长长见识。罗洪天来到龙门前，直接大喊：未开门啦！我心想，这大门连个人脸识别系统都没有的吗？真掉价。厚重的龙门缓缓打开，罗洪天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。三人乘坐电梯来到了6楼一间大型办公室门口。罗洪天连敲门的意思都没有，哐叽一脚就将其踹开了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是惯犯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办公室内正在办公的几名校领导吓了一跳。见到来者是罗洪天后，无奈的低头，该干嘛干嘛了。小张啊，给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，10分钟，别耽误我喝酒。姓张的那名校领导是个光头，尬笑了一声，随即向着我招了招手。这个表格你自己填一下就行。我接过表格后道了声辛苦，拿起桌上的黑笔将其余几个空格填了填。元素属性暗黑系，元素天赋等级 SSS 级，目前实力等级初阶1级 G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将手中文件递了回去。好，罗副院长们可以。卧槽！罗洪天被这突如其来的卧槽闪了腰，周围几名校领导也相继投来疑惑的目光。光头男双眼瞪得滴溜圆，看了眼罗洪天，又看了眼我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迅速拉开抽屉取出了一份文件。2份文件一经对照，光头男彻底蒙圈了，一屁股瘫坐在地，眼神中充满了不解、困惑、恐惧与绝望。几名校领导见情况不对，赶忙起身凑了过来。罗副院长，我何时得罪过你？你为何要害我呀？罗洪天也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上前2步取走桌面上的文件。姓名林离，天赋等级 SSS 级传奇之才，元素属性暗黑系。罗洪天也猛地拍了拍自己脑袋，这才回想起林离这个名字为何如此熟悉了。老孙头提过的呀，博城市的林离觉醒了 SSS 级暗黑系元素异能，5大学院院长齐聚一堂，可都因为顾忌暗黑系的不稳定性与破坏性，所以不敢轻易收下这个旷世奇才。罗洪天也没忍住爆了粗口，卧槽，这下完了呀！罗副校长，你可害惨我们了！几名校领导七嘴八舌地抱怨着。罗洪天听了2句，暴脾气就上来了，都 TM 给老子闭嘴，屁大点事！不就是收了个暗黑系天才吗？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默默竖起大拇指，罗洪天真爷们，我要是个娘们，我肯定嫁他。罗副院长，黑暗系的成长速度极快，估计用不了几年便会超越在座的我们，可这一旦暴走，后果不敢想象啊！罗副院长，各位领导，我林离自愿退学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其实眼前这种情况我早就预料到过，不如再去暗黑王国试一试。罗洪天冷静下来后，厉声喝止所有人，够了，不就是暗黑系的不稳定性吗？老子替他想办法解决。几位校领导都被罗洪天这股霸道劲给唬住了，齐齐闭嘴，不敢再做评价。我跟着罗洪天走出办公室大门，罗洪天的表情瞬间就垮了。林小子啊，林小子，我罗洪天算是在你手里了，为啥见面的时候你不说你是那个觉醒了 SSS 级暗黑系天赋的林离？我一脸懵逼的看向罗洪天，你也没问啊？这一路上您也没问过我关于属性异能的事，我也就没好意思提及。罗洪天算是想明白了，合着当初暗黑王国的那4个家伙没说谎，林离真的不是被他们掳去的，完全就是看中了林离 SSS 级暗黑系的天赋，邀请其加入暗黑王国重点培养。罗大爷，其实你不用如此为难，圣域学院对我而言并不是唯一的选择。罗洪天直接坐起身来，吹胡子瞪眼的斥责道，你是说我们圣域不如暗黑王国，还是你觉得我们圣域叫不出什么东西来？没，罗大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了，老子还是那句话，一个唾沫一个腚，你小子既然已经加入了圣域，从今往后就是圣域的人，老孙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见罗洪天这副样子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10分钟后，富丽堂皇的宫殿型建筑内，我站在校长室门外，静静聆听着罗洪天被训责。你他娘的脑子里进屎了是吗？ SSS 级暗黑系异能，你知道这会为学院带来多大风险？外界会有多少张嘴借题发挥吗？那个空哥呀，你消消气！你看我们学院之所以会排在第3，还不是因为我们学院只有1名 SSS 级异能天才，当然还有您这位 SS 级的圣光系天才坐镇。罗洪天不忘拍一波孙悟空的马屁，别说多少起到点效果。孙悟空略微深思了一会，眉头稍稍舒展道：“你拿什么教他？暗黑系异能是你接触过还是我接触过？”罗洪天挠了挠头，灵光一闪，回道：“我们不会，不代表林离发掘不出来。最简单的方法，用战斗来提升自己。我们只要在旁做些基础性的引导，保证其不会受暗黑本源力量的腐蚀，不就成了？”骂了半天，孙悟空也骂不动了，而且眼下这情况生气也没用。林离已经加入到了圣域，那就得想办法解决掉暗黑系所埋藏的隐患。那个林离，你进来一下。站在门口处的我听到孙悟空叫自己，赶忙推开门，恭恭敬敬地来到办公桌前，与罗洪天并排而立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
既然加入了圣域，那就是圣域中的一员，我们几个老家伙也会时时刻刻注意你的心性发展。从今往后就由罗副院长来指导你。罗洪天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这都无所谓了，只要林离能够留下，他就阿弥陀佛了。孙院长，请您放心，既然我加入到了圣域，那我就会按照圣域的规矩去做，不会臣服于任何力量，更不会臣服于黑暗。我的话发自肺腑，那坚毅的眼神不会作假。孙悟空叹了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是个好孩子啊，可惜觉醒了暗黑系。我相信你回去歇息吧。”我90度鞠躬，随即走出了房间。第二天清晨，我急忙赶往教学地点，走着走着就听见一阵东西散落的声音传来，是名女同学怀中的一摞文件散落在地，此刻正蹲在地面上慌忙的拾起。我本着泡妞不对，是热心有爱的原则，帮助那名女生拾起了大部分文件。女生见有人在帮助自己，很是礼貌：“同学你好，我叫柳青雨，这次多谢你的帮助了。”林离总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，好像有个名叫柳青言的学姐 ，SSS 级冰系元素异能的那个传奇之才，也被称作是圣域学院的镇院之宝。哦，你好，我叫林离。柳青雨听到我的名字后悚然一惊，随即惊恐化作了好奇，好奇化作了兴奋。你就是觉醒了 SSS 级暗黑系异能，昨天加入我们圣域学院的那个林离吗？卧槽，哥们什么时候这么出名了？昨天才加入的圣域，今天就搞得人尽皆知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姐姐告诉我的，被她对你特别感兴趣，整天嚷嚷着要找个机会与你比试一番。那请你帮我转告柳学姐，我也很期待能与她切磋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林同学，你现在被分到了哪个班级？我一愣，自己也不知道啊。随即掏出手机看了眼课程安排，基础课区1年级1班。真的吗？你竟然和我同一班级？我心想会有这要巧吗？当然我也是1年级1班的，只不过排名有些靠后。我对于圣域学院的了解不足1%，所以柳青雨说的东西他80%都不知道。有了林同学你的加入，我的排名又要靠后了。我尴尬的挠了挠头，这也是无心之举吗？柳青雨见到林离这副样子，展颜笑道：“我开玩笑的啦，排名对我而言没那么重要，倒是你很有可能会与我姐姐抢夺圣域第一的称号呢。说实话，我对圣域第一根本没兴趣。100个人中有99个人顾忌暗黑系的存在，这要是让我登顶，那群人还不得掀翻了圣域？走吧，那栋楼就是我们一班的教室了。”两人登上高台，向着位于最中间的那栋金色建筑走去。青雨这小子是谁？我暗道不妙，狗血剧情即将上演，这就是身为主角的悲哀吗？吴修，我跟你有那么熟吗？麻烦叫我柳青雨，谢谢配合。柳青雨的脚步不停，依旧与我并行走向教室。一名个子较高、身材挺拔的男生出现在我视野中。吴修小跑至2人身前，先是紧了眼我，然后就对着柳青雨使劲撒娇：“青雨，你干嘛老是躲着我呢？是不是因为这小子？你是不是交了新男朋友？”什么叫新男朋友？这是咱们班新来的同学，我在路上恰巧遇见，所以带他来。柳青雨越说越来气，直接伸出手掌，一团金色光芒汇聚，初阶6级的实力一览无遗。青雨，你别激动嘛，既然是新同学，那我也有责任关心一下，不是？见柳青雨要玩真的，吴修赶忙凑到我身旁，将其做成挡箭牌。新同学怎么称呼？刚刚是我太冲动了，借你肉体一用，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我叫林离。吴修直接吓了一激灵，赶忙后退2步，与我保持一定距离。不是青雨，你听我说，这小子可是暗黑系的传奇之才，危险性多大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待在一起呢？我的脸色瞬间垮了下去。什么叫这种人？我吃你家大米了，还是喝你家水了？吴修，管好你的嘴。暗黑系怎么了？你也配合暗黑系的？不管怎么说，这小子还是很危险的，万一他对你图谋不轨怎么办？我两眼一抬，这帽子自己可不戴，就算有这个想法也不能承认。吴修栽赃陷害能判几年？吴修冷笑，虽然目光中还带有些许忌惮，可女神在场，气势必须拿起来。暗黑系又怎样？就因为你是暗黑系，所以才不配沾染刘女神，她可是纯洁的圣光系。那你呢？你又是什么可怜的属性？哼，那肯定是比不上你淋漓大魔王了。我只是个可怜的 SS 级木系而已。柳青雨一时间笑出声来，我还以为你是在谦虚，原来你真的是垃圾，哈哈哈。吴修现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走之前还不忘给我留下一个眼神。林离心想又拉了个仇恨，当主角就是累。好啦，林同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去上课了。我点头，跟随柳青雨走入了那栋金色建筑内。今天很荣幸，我们迎来了一位新同学。林离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台上的美女教师名为崔雅云，30左右岁，中阶9级强者，也是圣域学院1年级1班的班主任教师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离，18岁，百成人士。我的异能是 SSS 级暗黑系，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保证，只要你们不惹我，我也不会去招惹或是威胁到你们。对于暗黑系的负面影响，我自己会解决。崔雅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那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基础修炼课。上次我们讲到了元素本源之力，这节课我们来复习一下，顺便带一带新同学。于是我找了个软垫铺在地上，盘膝而坐，试着由内向外感知天地间的暗黑元素。此刻的崔雅云多少有些紧张，而台下的20几名同学更紧张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，暗黑系暴走那可是出了名的恐。在座众人都惜命的很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额头上逐渐渗出了汗滴。按照崔雅云的方法，利用体内的暗黑元素去感知周围的暗黑元素，可感知了半天毛都没有，反而是其他属系元素铺天盖地，到处都是。突然我想起一件事，上次与张潇战斗的时候，自己的暗黑能量能够吞噬他的炎系能量，并且吞噬之后的暗黑冲击威力更盛。这回我不再挑3拣4刻意去寻找暗黑元素，而是来者不拒，疯狂吸收方圆100米内的元素能量。崔雅云明显感知到了周围元素异能正在疯狂涌动，目标点都是我。林离同学在干嘛？在吸收所有属性的元素异能吗？台下同学们议论纷纷。柳青雨见到这一幕，别提多兴奋了。林离的表现果真不一般，远远超出了常知范围。而台上的崔雅云却与柳青雨态度相反，尽管他没有接触过暗黑系，可见到我这副样子极度担忧。暗黑系在战斗中是能吞噬敌方技能，可在修炼中也能吗？事实还就是如此。我的吸收速度越来越快，方圆100米内的天地元素被洗劫一空，由本源暗黑之力迅速将其吸收，而自己也明显感知到体内能量正在快速增长。
终于初阶2级的气势透体而出，惊呆了在场所有师生。崔雅云肚子里憋了一堆话，可最终啥也没说出来。暗黑系竟然能吸收所有属系的异能化外力而己用，最不可思议的是还一点副作用没有，轻轻松松就突破了。琳琳，你果然是天赋异禀，这下我姐姐有挑战对手了。柳青雨的这句话又是一大爆点，柳青言盯上了淋漓了，两人同为 SSS 级，谁会服谁？而且看这样子，淋漓所展现出的修炼速度要比柳青言还快上不少。对方觉醒异能差不多1年半时间，目前就已经是中阶3级强者了。呵呵，林同学，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先回到座位上吧。崔雅云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愁，暗黑系带来的未知性太高了。如果淋漓今后不会被暗黑所迷失心智，那至多15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必会超越6大院长，登顶神州第一。我的开学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。后半节课崔雅云讲的都是些基础性知识，我听得相当认真，因为我发现许多知识都能惯用在暗黑系身上，当然也有很多不可取之处，具体的就需要我自己去实践发掘了。下课之后，柳青雨主动邀请我共进午餐，主要是有个人想见我。SSS 级兵系异能天才柳如烟接上回，两人行进的脚步很快，不多时就来到了学院餐厅。柳青雨绝对是个富婆，二话没说直接订了最大最好的包间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倩影从房门外走来，柳青言伸出手，礼貌性的与我握了握。林同学，你的天赋让我很感兴趣。自纪元重启至今10大元素中出现了8位 SSS 级，算上你是9位。一旁的柳青雨就跟见到了鬼一样，指着二人：姐姐，你不是对男生有洁癖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接触过男生？卧槽，这女的有精神选，这情况更像是拉拉狗血剧情，我喜欢。我想等你成长一段时间过后，光明正大的与暗黑系较量一番，也算是让我认清楚元素与元素间的差距。我笑了笑答应下来。有人挑战自己也挺好的，就算是偶尔检测一下实力标准，认清自己的实力定位好了。接下来几人的话就少了许多，吃到一半就赶回了学院。教室内班主任正在讲解试炼测试，试炼内容很简单，就是猎杀异兽获取异兽结晶，品质越高可换取的积分越多。最终试炼结束，学院会根据积分排名选取前10名额分发神秘大奖。琳琳，你作为插班生有权利选择放弃此次试炼，等到3个月后再参加，这种机会可难得，我不想错失掉。如果能在此次试炼中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不仅能得到学院奖励，还会获得老师同学们的赞赏，这对我目前的形象而言十分有利。旋即我起身说道：崔老师，这次试炼我会准时去参加的。3天后传送广场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我在人群中好不容易看到柳青雨的身影，可还没等找过去熟悉的3小只就拦在了身前。琳琳，你的暗黑系很惹人厌，加入我们才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否则等你进入落日森林后会引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吴修不要个碧莲的凑上前来，十分傲娇的发出邀请。说实话，如果我没有与柳青雨达成共识，没准还就同意了。可惜美女的作用力远远不是这3个屌丝所能比拟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组织了。况且你们都知道我的暗黑系很容易招来麻烦，那还邀请我干嘛？因为你的价值大于你所能招来的麻烦。吴修这句话挺有意思，也挺有深度，不由让林立高看了他一眼。正值此刻，吴修也发现了柳青雨的身影，那胳膊抡得快，赶上螺旋桨了。青雨，我在这呢。柳青雨一听是吴修，脸色瞬间垮了下去。你们几个想干嘛？从我这里撬人吗？青雨，你怎么能背着我跟这小子合作呢？我才是你最应该考虑的人选啊！难道我不是你的心头肉了吗？柳青雨也是个狠人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。这一脚看似平平无奇，可当接触到吴修身上后，直接散发出一道金色光芒，连圣光系异能都用上了。然后吴修就直接捂着肚子倒飞了出去。琳琳，我们去那边等那边清静。说着就拽着我的衣袖向广场另一头走去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机械的铃声响彻整座广场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，静静注视着广场中央位置。落日森林试炼检测现在正式开始，请所有同学带好属于自己的生命手环，进入传送法阵，3分钟后开始传送。所有学生都开始向着广场中央地带走去，请大家做好准备，10秒钟后开始传送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，就剩我自己瞪着个大眼珠子滴溜溜乱看。突然轰隆一声，好像什么东西炸了，在场所有人都懵逼了。突然我好似感知到了什么，猛地抬头向上看去，就见一道黑色身影从空中急速掠过，周身包裹着的暗黑异能十分恐怖。卧槽大佬啊，此人实力绝逼超阶以上！叶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孙悟空的一声怒喝将在场所有人都吓到。叶城，那不是暗黑王国的首领吗？这位大佬怎么跑到圣域来了？我正这样想着呢，突然被一股暗黑之力所包裹，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晃动，机械般的提示音再次传来，开始传送。刺眼夺目的白色光芒覆盖一切，所有学生在这一刻全都消失不见。叶城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此时的圣域学院彻底乱作一团，上千道身影伫立于虚空之上，将一道黑色身影紧紧围在中央，而在正下方位置还有几千名师生严阵以待。孙院长，别那么大火气嘛，我只是来接走本该属于我的人。孙悟空以及在场众多校领导齐齐想到了一个人，淋漓既然加入到了我们圣域学院，那就是我们圣域学院的一份子。你如此行径简直太不把我圣域放在眼里了，圣域的一份子，哈哈哈！叶城似有嘲讽的大笑，你们何时打心底里接受过暗黑系？若不是淋漓 SSS 级的天赋，你们会屑于多看他一眼？指责、嘲讽、谩骂、诋毁、侮辱、挑衅，一群虚情假意的家伙。若不是罗洪天胡乱插手，淋漓早就是我暗黑王国的人了。除孙悟空外的所有领导教师听后，都纷纷露出了惊疑的神色。是罗洪天从暗黑王国手中将淋漓抢来的吗？叶成秋要在哪里胡言乱语蛊惑人心？赶忙转移话题，准备动手。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，你若是再不去修复传送法阵，那3000名学生可就都回不来了。
话音一落，叶城身后突然多出了一团黑雾，眨眼间便消失不见了。孙悟空眼下没工夫追他了，传送法阵被毁，必须尽快修复，否则3000名学生就危险了。随后便去召集所有高阶异能者去修复法。另一边，我和林青雨被传送到了一片森林，并不是测试的落日森林，而是黑暗森林，神州大陆极北边境，苍城与北部兽域交界处。我越想越气，这叶城究竟想干嘛？虽说暗黑王国就驻扎在神州北部，可把我传送到暗黑森林干屁啊？相隔100公里，硬生生走过去吗？就在这时，一声怒吼突然传来，我能清楚地感知到这只异兽是初阶9级的实力，刚一登场就来大祸，要不要这么刺激？我没做丝毫犹豫，抓起柳青雨的小手就往前方树林冲去，伴随怒吼声越来越近，我知道躲不过去了。2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4条腿呢？青雨，我需要你为我争取3分钟，3分钟后我就有把握解决掉这只畜生。柳青雨想都没想便一口答应下来，虽然相差3个等级，但拖住一小会应该不是问题。随即2人停下脚步，齐齐回身，正好见到那只追来的异兽，此刻正低吼着降下速度，缓缓靠近，是一只双头狼，体型少说2米3、4，那大脚趾盖长的剪下来估计都能炖锅菜了。双头狼的属性为风系，所以移动速度特别快，2只大前爪每挥动一次都能甩出一道锋刃来。柳青雨在身前汇聚出了一道圣光屏障，能躲掉的尽可能躲掉，躲不掉就扛下来。可惜相差3级的实力远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，一只挥了吧唧的大爪子直接拍向屏障，柳青雨瞳孔微缩，自己的全力防御就这样被拍出裂痕了，并且这道裂痕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。此刻的我双眼泛红，一股浓烈的杀意止不住向外翻涌，原本初阶4级的实力，现在却散发出了比双头狼还要恐怖的气势。柳青雨见我身上充满了杀气，很是不理解，琳琳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要魔化了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这句话十分冷淡，听不出任何感情。其实这状况只有我自己清楚，意识没问题，就是莫名其妙的想杀戮。一只灰毛畜生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，我手不动嘴动，先装一波必拉拉气氛。双头狼好似看懂了我那不屑的神色，眼神变得愈发尖锐，紧接着后脚蹬地直接冲了过来。我也不知道咋想的，手臂覆盖一层强大的暗黑异能，竟试图将此击给扛下来，然后就被拍飞了。看得柳青雨那叫一个气啊！琳琳你脑子瓦特了，这都啥时候了还不忘装逼呢？我扶着腰站起身来，心里一个劲的吐槽，妈的这下丢人丢大发了，还以为凭借自己现有的异能量可以扛下对方一击呢，结果啥也不是。不过这一击也算拍醒了我，刚刚的杀戮感瞬间被压制住了。青雨我主攻你辅助，柳青雨也不啰嗦，直接开始远程干扰，法球一颗接一颗的甩出，我也用出了暗黑冲击波。近战吃亏那就玩远程消耗，得到增强的冲击波轰在双头狼身上，顶得对方不停后退，颗颗法球精准无误的砸在其背部，让这畜生吃痛不已。防御力强并不代表不会受伤，2人夹击总有他顾不得防备的时候，就比如现在这样。双头狼被柳青雨的狗皮膏药行为恼到不行，双爪用力2道极强锋刃冲向我，在我躲闪的同时，柳青雨也下了狠心，直接用出最强技能圣光大宝剑，一柄同人一般高、金光闪闪的大宝剑出现在柳青雨手中，瞄准目标直接扔了出去。双头狼准备闪身躲避，可我哪能给他这个机会，双掌再次发力，冲击波死死压制住对方的行动能力。轰隆，又是一声巨响，大宝剑精准无误的插进双头狼背部，也不知是本就应该爆炸，还是因为遇到了暗黑系能量产生了冲突，反正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将我与柳青雨震的一个踉跄。待烟尘散去后，我很是兴奋地冲上前去。9级的异兽结晶市场价最低90W 起步，即便不卖自己留着吸收也蛮好的。淋漓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我思索了片刻，决定道：朝南走吧，这地方距离苍城不算远，我们小心些，只要抵达神州境内，我们就算是安全了。3个小时后，青雨，我们的午饭来了。柳青雨很是不舍地看向前方位置，就见一棵大树脚下有只毛茸茸的大白兔正在憨憨大睡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。我可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本来就没吃早饭，中午饭再不解决一下，接下来的路程可就没力气走下去。青雨可爱，不能当饭吃，等我们回到神州，你养多少只兔子都行。安慰好柳青雨，我提着匕首缓缓靠近，小兔子乖乖把腿劈开，先割动脉再穿起来。琳琳一边哼着童谣一边拔着兔毛，这只大肥兔子实在是太大了，少说40-50斤。柳青雨利用异能聚光发热升起火堆，2人就这样烤起了野味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，烤了半小时后，免肉的香气弥漫开来。我将一条腿递给柳青雨，柳青雨闻了闻，别提多享受了。见这丫头吃的这么香，我也忍不住了，伸手就要去拿另一条腿。请问我能来一块吗？我吓得赶忙起身，原来是叶首领，你走路怎么没声呢？接上回，柳青雨见到来人是暗黑王国的首领叶城，当即手中圣光异能迅速汇聚，准备发起进攻。小丫头，我就吃你们2个一块兔腿，不至于动手打我吧？我抓住柳青雨的小手，示意其镇定下来。眼前这位可是大佬传闻中超阶9级的存在，叶首领，我比较好奇，你为什么要将我们2个传送到这里？淋漓，前些日子可是你亲口答应要进我们暗黑王国的，否则那份礼物岂不是白送了？我这才回想起来，当初暗黑王国的那4个货可是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大礼，而且自己也很满意，亲口答应了他们要加入暗黑王国。叶首领，这事也不能全怪自己啊，别叶首领，叶首领的叫成哥就行。这家伙还挺会自来熟。成哥，你看这事也不能全怪我，谁让那4个家伙关键时刻扔下我跑路了？而罗洪天那个老混蛋还误以为我是被掳走的天才，硬生生将我带回了圣域学院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此事我不怪你。说到这里，叶城注意到了什么？原来是柳青雨在全神贯注的偷听。丫头，你还是睡一会吧。然后柳青雨就眼皮一耷拉睡过去，叶城连动都没动。淋漓瞪大双眼，赶忙查看了一番，好在柳青雨是真的睡着了。这叶大佬实力也太恐怖了，言出法随。SSS 级的暗黑系天赋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道：意味着暗黑势力就此崛起，还是意味着神州大陆将会出现一名强者？都不是。你的出现意味着人族崛起，意味着人族昌盛，意味着世界变革，一切的一切都将因你而改变。
都给淋漓听傻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自己很牛博弈。成哥，你说的也太夸张了。那其他属系的 SSS 级天才也有8位呢，我也没见他们有那么重要啊。他们只是为你而存在，为将来的圣光系传奇之才而存在的。这话就有点摸不着边了。人家生下来干自己什么事，自己又没参与他们的那啥过程。叶城将烤糊的树枝扔掉，拍了拍手，起身说道：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跟我回暗黑王国吧。”我并没有动，而是看了眼柳青雨。那个成哥，咱能不能商量个事？可不可以同时加入圣域暗黑王国2个组织，保持2种身份？叶城听后脚步明显一致，目光逐渐变得复杂起来。你放不下圣域，还是说你不愿离开这个女孩？我摇了摇头，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请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让我完成所有未完成的挑战，争得圣域第1的名号。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，也是对罗洪天的承诺。我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暗黑系才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属性。叶城没有说话，而是用那审视的目光看向我，心中不知在思索些什么。2人就这样干巴巴对视了3分钟后，叶城开口了：“我尊重你的决定，给你3个月的时间。3个月后我会亲自去找你的。还有戴好这枚戒指，遇见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时转动它。”叶城向我抛来一枚古朴的黑色戒指，然后整个人就被一团黑雾所包裹，消失在了原地。我环顾四周，愣了一会。卧槽，成哥，你先别走啊，先给我俩送回去啊！这时柳青雨也从睡梦中醒来，一脸茫然地看向我，问道：“淋漓发生了甚么事？”现在有一个坏消息，就是我们还得走回神州大陆，靠自己回到上京圣域学院。这一路上真可谓是9981难，各种凶猛的异兽、危险的毒虫，以及嗜血狂暴的亡命之徒。幸运的是，我与柳青雨这一路上并未与这种人发生过冲突。每次感知到对方的存在后，都是迅速撤离，绕路前行。6个小时后，终于取得西京。此刻展现在2人面前的，正是传说中的钢铁壁垒。神州大陆耗费海量资源，人力不眠不休7天7夜，改造出来的100米钢铁城墙，自纪元重启至今就没有异兽突破过这道壁垒，可谓是神州大陆最神圣的建筑。我走到钢铁城门前，奋力地敲了敲：“你们是谁？”一道声音从城墙上方位置传来，我心中一喜，终于得救了，旋即敞开嗓门大声呼喊道：“我们是圣域学院的学生。”“什么？你们是什么的学生？”“我们是圣域学院的学生。”这回我声音比之前大上许多。“什么？你们是什么圣域的学生？我特么是你爹！什么？你是谁的爹？”我终于爆发了！妈的，上面是哪个人才？就这听力还敢驻守边疆？估计等到异兽入侵的时候，他还得在上面这样问。“琳琳，你消消气，还是让我来吧。”柳青雨微微一笑，手中圣光系异能开始涌现，一柄熟悉的金色大宝剑被柳青雨猛地抛向空中，大宝剑就在上空炸裂开来，产生了巨大的声响。圣光系异能挥发至方圆好几公里，这下是个人都能明白下面有人了。厚重的城门被缓缓推开。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出现在边境地带？”一名身着黑色古袍、手持银灰色长剑的男人从城门内走了出来。“大哥，我们2个是圣域学院的学生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本来我们2人是要参加学院的试炼活动，通过传送法阵传送至落日森林，结果由于校内的传送法阵遭到破坏，传送地点发生改变，我们2个就被迫传送至暗黑森林内部了。你们就是淋漓同学和柳青雨同学。”大将军面色一喜，赶忙掏出手机与学院发过来的照片对比了一下，果然一毛一样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你们2个竟然让我遇到了天意，让我孔正发这笔财啊！我瞬间警惕起来，不会是有人花钱想买自己的命吧？是啊，你们2个有所不知，圣域学院为了找你们2位，那可是下了血本的，10亿蓝币的悬赏令，我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。圣域学院是疯了吗？柳青雨抚了抚秀发，很是淡然地说道：“看来是我姐姐着急了呀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这姐俩可是出了名的富婆，身后的柳家更是神州大陆知名的企业大亨，别说10个亿了，100个亿人家也能轻轻松松拿出手。2位天色不早了，就在这苍城安顿一晚吧，待明天一早我就亲自送你们回去。柳青雨很是礼貌地出声致谢，随即拉着我走入了城门之内。孔正将2人带到了一栋类似于民宿的3层楼建筑内，来到2楼开了间房，还将钥匙交给了我。孔大哥，为啥只有1间房？我瞅了瞅孔正，有点懵逼地问道。因为就剩1间房了呀，你们情侣住1间房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孔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们2个不是情侣。孔正显然没预料到是自己判断错了，那个房间实在是没有了，你们就将就一下好吧，我那个还有点事，你们好好休息。孔正说完也没等我2人同不同意，就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了。柳青雨小脸通红，刚走进去，这段不好看，我替大家看了。突然巨大轰鸣声令整栋建筑为之一颤，紧接着外面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，有大规模异兽入侵，请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2人不知所措，好端端的怎么就有异兽入侵了呢？还 TM 非得挑这个时候入侵。恰逢此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我赶忙起身打开了房门，就见门外正站着一名服务人员。先生，有大规模异兽入侵，前沿已经展开作战行动，请你们赶快撤离苍城吧。我回头看了眼柳青雨，后者毫无畏惧的点了点头，态度十分明显。多谢你的好意了，我们也是异能者，有责任守护这里的安危。随即2人穿戴好衣物下了楼，向着钢铁壁垒所在的位置赶去。当2人便抵达了城门前，铺天盖地的战斗画面映入眼帘，异兽凶猛的吼叫声响彻整片天空。我与柳青雨来到城墙边上向下看去，头皮一阵发麻，黑漆漆一片，初步估略起码10万只以上。淋漓，我们真的能击退这群异兽吗？柳青雨毕竟是个姑娘，何时见过这种场面？别说她了，我此刻的心里都有些打怵。几十万的异兽大军，那人类方面就只有3、5万人，即便有钢铁壁垒坐镇，可能否取得胜利仍旧是个未知数。忽然一声类似于猛虎的咆哮声从上空传来，是一只黑虎，而且还长了翅膀。
此刻正与一名高阶异能者交手，应该是高阶，反正我感知不到对方境界。这是老虎劈了腿，还是老鹰出了轨？这东西是怎么诞生的？柳青雨给了我一个大白眼，笨蛋，那是黑翼虎！又是一声怒吼传来，与黑翼虎战斗的那名强者不慎被其一爪子拍住，直直坠入地面。我顾不得许多，本能性的伸出手来，一团黑雾凭空出现，将那名坠落的强者包裹住，然后一点点的拽了过来。柳青雨很是惊讶，因为他从未见过我用出这一招，看样子还挺厉害的。其实我自己也挺懵逼的。突然回想起了叶城不就是被一团黑雾所包裹吗？看来自己是潜意识中模仿了叶城的招式。这只畜生不简单，高阶5级的暗黑系你们都小心些。说着，那名高阶异能者站起身来，再次冲向黑翼虎，而黑翼虎直接无视那名异能者，反而盯上了我。大爪子挥出破风音传来，我见状在不波及战友的情况下拼了命的跑。黑翼虎见我跑来跑去的很不耐烦，直接怒吼一声，黑色能量波纹呈环状散开，对准斜下方位置轰了过去。我都未来得及反应，便被这道暗黑波纹所笼罩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伸出右手。叶城说过，遇见解决不了的麻烦就转动它，现在不就是解决不了的麻烦吗？想到这里，我赶忙转了转那古朴的黑色戒指，全然没感知到身旁多出了一道身影。叶城随手一挥，黑紫色的火焰侵蚀整片天空，一道暗黑能量巨柱从天而降，瞬间将黑翼虎所笼罩。仅仅片刻时间，黑翼虎便被烧成了渣渣，化作飞灰消散于天地间。我赶忙扭过头看去，好家伙，几千号的黑衣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城墙之上。这戒指真有那么 MB 吗？一下子摇来这么多人。叶城装了个好币，随即大手一挥，千名黑衣人全部出动，直接飞上天去加入战斗，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了。叶城的目光有些阴冷，与其他黑衣人一样飞了出去，只不过他并没有加入战场，而是朝着异兽军团正后方位置冲去。鬼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不过既然叶城来了，那也就用不着我操心了。超阶9级的实力他都解决不了的事情，自己操心有个屁用。就在我正看戏的时候，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接通来电后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李哥，有个好消息，还有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马弘毅这小子怎么想起来给自己打电话了？我要听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我加入圣域学院了，我在圣域学院的1年级2班。真的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恭喜你啊。那个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就是你要被圣域开除了。我猛了个大逼，自己好端端的怎么就要被开除了呢？那群狗屁校领导说你投靠了暗黑王国。此次叶首领袭击传送广场的原因就在于你。当我回到圣域学院时，才发现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校长办公室内，孙悟空表情凝重。淋漓还记得你入学当天所说过的话吗？当然记得，不臣服于力量，不臣服于黑暗。孙悟空将电脑屏幕扭转过来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我正好看了个清楚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孙院长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我干的。试炼的时候，柳青雨一直都在我身旁，他可以替我作证。屏幕中正是落日森林枫叶林的画面监控，监控内容是我杀了一名学生，而且是一击必杀，速度快到连保护学生生命手环的力量都没能反应过来。那名学生被贯穿了胸口，倒在血泊之中，甚至用暗黑异能将尸体吞噬殆尽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林离都这时候了，你还不肯承认吗？你究竟是什么时候魔化的？话音一落，我四周围的空气霎时一静，璀璨的光芒笼罩整个办公室，圣光系异能冲击的我节节败退。孙校长，我林离敢做敢当，这事压根就不是我干的，所以我也不可能会承认，我根本就没魔化。然而孙悟空却毫无动摇之心，释放的异能量更加恐怖了。林离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魔化之事并非不可补救，只要你及时悔悟，我可以酌情处理你。我脸色通红，双腿被压得不停颤抖。我 TM 根本就没魔化，也没杀人，你这个老东西仅凭一个莫须有的画面就准备定我的罪，难道这就是你身为6大院院长的做事风格吗？唰的一声，办公室内的圣光异能瞬间消失不见。孙悟空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，后者十分坚韧的语气对视着。10秒钟过后，孙悟空有些动摇了，因为他并未从我的眼中看到谎言与欺骗，更没有邪气与魔化迹象，这不由得让其开始怀疑起来。难不成林离说的是真的？可这监控画面做不了假，张雨露的感知力更做不了假呀。院长，你还在犹豫些什么？这小子杀了王琦，暗黑系的罪恶已经展现出来了。一名戴着金丝眼镜、身着蓝色西服男人闯了进来。臭傻逼，你放屁呢？谁 TM 杀同学了？你爹托梦跟你说的。我的臭脾气也上来了，现在谁都不好使，莫名其妙变成了杀人犯，肯定是有人在陷害自己。这破地方真他娘的没法待了。郑温被气得直哆嗦，手中汇聚出了一柄金色能量长剑。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，杀了王琦，你已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说完便一剑斩落。我的目光愈发冰冷，无尽的杀意充斥全身。无名指上的古朴黑色戒指迅速转动，还没等金色长剑落下，潮水般的暗黑异能不知从何处涌现，瞬间吞噬了郑温手中的金色长剑，并逐渐蔓延其身。叶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孙悟空见到这股熟悉的暗黑能量暴怒不已，可眼下止住郑温身上的暗黑扩散才是重中之重，否则这4眼仔就活不了多久了。林离感觉如何呀？叶城的声音出现在耳畔，紧接着就是他那如同鬼魅般的身影愈发清晰。我没吱声，原本自己还对圣域抱有过一丝希望，会觉得类似罗洪天那样能够辨清道理的人还会出现，可事实就是除了小胖子柳青雨外，压根就没有。自己这个暗黑系已经成了人人喊打，不受任何人待见的存在了。叶首领，此事您有参与过吗？如果再等2个月，或许我会参与，但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在我的预知范围内。我点了点头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林离生来即是黑暗，这虚伪的光明剑染过一次就够了。林离休要听那叶城胡言，事情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王琦的事情我会进一步调查的。孙悟空急了，可手中的动作不能停。叶城的暗黑侵蚀作用力太过强大，只要孙悟空一松手，那郑温基本上就可以宣布拜拜了。叶城毫不犹豫，直接出手轰碎了一面墙壁。临行前，叶城还特地感激了一句：“孙院长多谢馈赠了，希望你下次再多培养一些暗黑人才。”这句话气得孙悟空面色铁青，超阶8级的狂暴异能量搅动
动整个办公室。叶城带着淋漓飞出了办公室，而不远处的传送广场3000名学生以及众多教师都见到了这一幕。院长办公室被炸了，淋漓被叶城带走了，这变故来的也忒突然了些。尤其是柳青与马弘毅二人满脑子问号，淋漓怎么跟着叶首领走了呢？圣域学院的垃圾们给我听着，我淋漓从今天起正式脱离圣域学院，加入暗黑王国。山水有相逢，咱们战场上见。所有人都听傻了，淋漓竟如此高调的宣布退出圣域，加入暗黑王国，还骂在场所有人都是垃圾。数百道身影直接冲向空中，试图将叶城二人拦截下来。叶城大手一挥，将所有冲上来校领导教师通通轰飞了出去。紧接着二人便彻底消失在了原地。回到家后，婶婶王兰英看到我又惊又喜，小黎你怎么回来了？随后便注意到了我离身后还站着一个人，看样子比淋漓大了不少，面相十分随和。阿姨你好，我叫冯成，是淋漓的指导教师。此刻的叶城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，还真就像个大哥哥年轻教师一样，身着黑色休闲装，手里拎着2箱旺仔牛逼奶，搞得我怪不适应的。王兰英向来热情好客，一听是淋漓的教师，万分欢喜，赶忙邀请其进了家门。王兰英一边走一边对着里屋喊道：小雅，你哥哥回来了。最里面的一间房门被推开，小雅迫不及待地出了房间。只是当我见到小雅的状况后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婶婶，我不是寄来好多钱了吗？为什么小雅的病情没有得到好转呢？王兰英听后动作明显一致，随即叹息道：小雅的病医生说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，钱没少花，可却一直见不到起效，所以我决定放弃治疗了。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小雅面带微笑，乖巧到让人心疼。婶婶为何不带着小雅去找木系异能者呢？哥，我们已经找过了指示。说到这，小雅停顿了，而我也大致猜出了些什么，是不遇到骗子了。小雅的眼中闪过一丝委屈，含着泪滴点了点头。我是既心疼又愤怒，该死的骗子不杀了他，难解心头之恨。叶城不知何时来到了二人身旁，盯着小雅很是琢磨不透的样子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成哥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木系异能强者我认识不少，治疗应该也不难，只是这丫头的异能。我瞪大双眼，眉毛差点没挑飞了，不可思议的看了看小雅，自己怎么没感觉到小雅身上有异能存在呢？我也不是很确定，需要检测一番。不过先治疗病情吧，异能的事情不着急。叶城掏出手机走向一旁联系暗黑王国去了，剩下淋漓与小雅大眼瞪小眼，萌萌的。3分钟后，叶城挂断了电话，走回二人身旁道：超阶3级的木系异能者，明天一早便会抵达天武市。这丫头的病情很特殊，治疗起来可能会有点麻烦。晚饭过后，叶城看电视看得起劲。我在圣域被人栽赃陷害，制作假监控的事情。听到这，叶城回过神来，目光微微有些凝重道：那个监控画面不是假的，不是假的，难不成真的是我杀了同学？这件事情我也不清楚，但你的确没有任何魔化的迹象，所以说人肯定不是你杀的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试炼期间有没有遇见什么奇怪的人或者奇怪的事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还真就有2件。于是我就将丑老头与布衣的事情仔细叙述了一番。叶城听后立马就精神了。布衣的身份我暂时无法确定，但你所谓的丑老头，我应该是有些眉目。这次的陷害极有可能是他造成的。丑老头造成的？他是谁啊？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关于这个人的名字和事迹我无法告知于你，但有点我可以确定，他不是想陷害你，而是在考验你，或者说是在为你铺路。我越听越糊涂，什么玩意在考验自己，为自己铺路？淋漓此事暂且搁置，他的考验我无权干涉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同他再次见面。我听的这叫一个心塞，好端端的非得玩个天机不可泄露，搞得神神秘秘白折腾半天。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证实一些事情。木系强者明天一早就会抵达，届时他会联系你的。说完这句话，叶城便被黑雾所笼罩，消失不见了。我莫名的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黎哥你怎么样了？你在哪呢？你是不是加入暗黑王国了？这一大堆问题问得我张了张嘴，都不知道该从哪个问题开始回答好了。弘毅放心吧哥，没事，黎哥你的事情全学院都知道了。那群白痴胡乱跟风说你已经魔化，那该死的孙老头明知监控有猫腻，却一直不肯替你说话。我冷笑一声，事到如今那孙老头怎可能会替自己说话呢？就凭自己联合叶城光明正大加入暗黑王国这一点，他孙悟空都不可能选择再次接受自己。哦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柳同学在知晓你加入暗黑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，东跑一趟西跑一趟的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要不你还是关心一下他吧。一提到柳青雨，我就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两人的关系本就不明确，现在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，往后见面的次数可就少上许多了。弘毅替我照顾好青雨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如果谁敢欺负他就告诉我。小胖子兴奋了，纯属看戏不嫌事大的那种。放心吧黎哥，谁敢欺负柳同学，我就和你一起干掉他。挂断电话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，不知何时脑袋昏昏沉沉便睡了过去。淋漓，你所以为的黑暗是怎样的存在呢？我觉得黑暗与光明本质上并无差别，只是在人们心中产生了递减，从而生出了主观判断的区分。黑暗只不过是人们寓意邪恶的替罪羔羊罢了。哈哈哈！无尽的深渊黑暗中，一道苍老且熟悉的笑声响起。我试图寻找，可不知怎么这里的黑暗格外深邃幽密，眼睛已经彻底失去了它原本该有的作用。你究竟是谁？苍老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光明寓意着希望，黑暗寓意着沉寂，光明也只不过是黑暗中的一丝点缀。万事万物都逃不过黑暗的归属。孩子，黑暗代表着你，而你也代表着黑暗。画质终端，我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好似心中已经有所明目，虽然看不见，但我却能感知得见，好似星网一般，周围的一切都会浮现于脑海中。就在正前方不远处的位置，丑老头一脸欣慰地看着我，原本那种瘆人的面孔在此刻显得多么慈祥亲切。孩子，你的路还很长，不必拘谨于一时，随心随性方可修心。伴随话音渐弱，丑老头的身影也彻底消失不见。哥，你快醒醒啊！小雅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正不断呼唤着我。我的意识逐渐清晰，眼皮微微掀开一道缝隙。好绿哟，为什么会这么绿？绿的本宝宝心里发慌。我彻底清醒过来，见到眼前的情景有些不知所措，自己正被一个陌生的
称的木系强者所释放的能量护罩所包裹住。然后小雅与婶婶正在不远处焦急的等待。小雅见我彻底苏醒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木系强者收回异能，琳琳，你的暗黑属性我实在是摸不清头脑。刚刚你并不是在沉睡，而是精神脱离肉体，好似进入了另一个空间，但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在不自主的情况下接连突破，目前已经是初阶9级的实力了。我惊得从沙发上蹿起，感知了一下体内异能量，果真是初阶9级，并且还点亮了第5颗元素之星。太 TM 离奇了，睡个觉连升3级。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随即反应过来。哦，对了，何大师，您看我妹妹的病情。何琛走到小雅身前，释放异能灌入小雅体内。2分钟后，何琛收回异能，目光阴晴不定。的确是有点麻烦，不过也并非不可医治。我需要费些力气，费些时间。最重要的是这丫头得吃点苦才行。何大师，我可以的，不管有多苦有多痛，我都要尝试一番。见小雅那坚毅的目光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。既然做好决定，那便开始治疗。何琛与小雅进入到房间内，我负责在外看守。3分钟后，强盛的绿光充斥整片房间，隔着房门玻璃我都感觉到了刺眼。接踵而至的就是小雅痛苦的呻吟声。治疗过程整整持续了3个多小时，我手心都攥出了汗，心中默默祈祷着一定要成功。伴随强盛的绿光逐渐消失，何琛开口了：“可以进来了。”我心中大喜，赶忙拉开房门，可还没等看清小雅的状况，异变突起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金色光芒从小雅体内透出，紧接着就是一道骇人的冲击力席卷而来。何琛扶着床尾，握着腰子，费力起身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小雅。这丫头觉醒的是圣光系异能，看样子品质绝对不低。圣光系异能，我妹妹觉醒了圣光系异能。这时候我也捂着脑袋走回了房间。听闻小雅觉醒了异能，打心底里开心。哥，何大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小雅不知何时从昏迷中醒来，见到林离与何琛这副样子，很是困惑。小雅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哥，我没事，我感觉身体好多了。小雅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掀开毯子尝试着挪动双腿，果然双腿恢复了正常，可以凭借小雅的控制随意摆动。整整坐了10年的轮椅，直至今天终于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对了，小雅，你不仅病好了，还觉醒了圣光系异能。小雅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的身体确实跟往常不一样。闭上眼睛，用心去感受，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针就在体内不停徘徊。来，我这里正好有颗检测水晶，圣光系异能太珍贵了呀。何琛也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颗检测水晶，兴致勃勃地来到小雅身前。小雅将手放上去，它会检测出你的天赋等级，还有异能属性。小雅很是听话地将双手放在检测水晶上面，下一秒水晶球突然炸裂，这一下就给何琛整不会了。这就意味着检测水晶承受不住小雅体内的异能侵袭，也就是说，我滴个娘嘞 SSS 级圣光系。何琛坐在客厅沙发上，针对小雅的未来展开讨论。琳琳，你可曾听过一个传闻？人类若想重立于巅峰时期，就必须觉醒10位不同属系的 SSS 级异能者。你的暗黑系是第9位，而你妹妹的圣光系将是最后一位。何琛的目光愈发深邃，完全看不出是喜还是忧。这个传闻我也曾听说过。暗黑系与圣光系是10大属系中最为稀有且特殊的存在。一旦所有属系的传奇之才降世，人类将会迎来变革，世界格局将会发生改变。这既是一场灾难，也是一场机遇。50年了，人类的新时代终于正式开启。近些日子，边境地带的异兽动静越来越大，已经多次发生了大规模战役，所以这传闻很可能是真的。人类与异兽的终极大战不远了。还有你妹妹的归属地，毕竟是圣光系，绝不可能加入暗黑3大组织，更不可能跟着你走。6大院长中最强的就是王刚，圣光系的传奇之才，他一定会尽全力培养，不会让你妹妹受到任何丁点委屈和伤害的。听了何琛这番话，我心动了。圣辉学院还是神州大陆的第1学院，资源教育那指定没得说。对了，凭借你现在的身份以及所造成的影响，尽量不要和你妹妹一起去圣辉。这个忙看在叶城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帮你。你不也是暗黑王国的一员吗？怎么帮我？我可不是你们暗黑王国的成员，我是行者公会的会长。我猛了个大逼！行者公会在神州大陆目前排名第7，是仅次于泰坦公会的存在。既然如此，何先生，小雅就拜托给您了。饭桌上，我将刚刚谈论好的结果告知小雅，小雅乖巧地表示愿意听从哥哥的一切安排。第2天一早，几人出发了。小雅去圣辉，我去暗黑王国，连个方向恰恰相反，所以出门便是离别。一番离别的话语过后，我正式出发，坐上了前往暗黑王国的火车。此次车程总共27个小时，慢些就慢些了，重在享受。反正叶城又没限制自己多少天内抵达暗黑王国，这样的环境下不睡上一觉，属实白瞎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轰隆一声，突如其来的剧烈爆炸将我掀飞出去。5道身影从破损的车厢空缺处飞了进来。临离石像点，跟我们走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荣华富贵任你享受。我冷笑着起身，跟你们我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。邀请人之前总得先自报家门吧，等到了地方自然而然会清楚。不要浪费时间，你是逃不掉的。看样子你们黄院长还是不死心呢。5人的瞳孔微微一缩，不愧为暗黑传奇，既然知道了，那就跟我们走。为首的那名高阶异能者开始靠近我，很显然对方不想再耗下去了。我走你大爷！暗黑切割！一道黑色刃芒凭空出现，车厢的铁皮被轻而易举地划开。为首的那名高阶异能者一拳击出，直接轰碎了锋刃，动作行云流水，毫不拖沓。只不过待5人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被黑雾所包裹，瞬间消失在了原地。待视野再次恢复，我的身影出现在了荒山上。只不过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那个5个黑衣人这回肯定是下了火车，正朝着自己的方向追来呢。这荒山野岭连个鬼都没有，我只能借助地形优势不停游走于山林内。不到5分钟，5个黑人就追了上来。琳琳，你逃不掉的。
乖乖和我们回去。你若再不识相些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我的耳朵都快生出茧子来了。这5个家伙越追越近，像个狗皮膏药，咋甩都甩不掉。难不成今天自己又要被掳走了？正这样想着呢，突然一颗火球从天而降，在我身后掀起的滚滚热浪。5个家伙也是下了狠心，锋刃火球雷光接踵而至，暗黑屏障仅仅支撑3秒便轰然炸裂。好在对方没下死手，否则我根本承受不住。5人即刻围了上来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得逼我们出手。我的心中不甘开始涌现各种负面情绪，憎恨、愤怒、仇视漠然。他可吞噬万物，可铸就万物。这句话突然涌入我脑中，灵感一下子就迸发出，吞噬万物，铸就万物。周围5人一时间没弄明白这小子干嘛呢？我笑了，吞噬万物目前已经掌控，那么就是铸就万物。淋漓蹭了蹭嘴角，鲜血道：虽然我实力不如你们，但这并不代表黑暗不如你。我抬起手臂，感知内心最为纯粹的黑暗，并尝试着将其释放。一束诡异的气息竟令在场5人感到一阵心颤。不对劲，这小子好似在觉醒什么东西。5个人纠结住了，阻止不是，不阻止也不是，毕竟这小子觉醒力量对于他们华丽而言也是一件好事。既然这么期待我表演，黑影军团出来透透气吧。话音一落，暗黑能量四溢大地，几十上百道恶魔身影从幽暗地面处涌现，每只恶魔身上都散发着暗黑之力。上百只恶魔已经同那5名华丽劫匪交战。恶魔们的攻击方式太过单一，要么用手挠，要么用拳砸，偶尔会释放2个小技能，短时间内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。但值得赞赏的是，这群恶魔的恢复能力相当惊人。淋漓竟然能召唤出这么多怪物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掩护我，擒贼先擒王，抓住淋漓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那名高阶异能者当机立断，直接蛮横开路，试图强行突破包围圈。我见状想要逃，可却发现体内异能所剩无几。为了召唤黑影军团，刚刚近乎耗空了所有异能量。我指向一头奇形怪状、长了对翅膀的恶魔，命令道：娘的那个会飞的那个，抓紧带我走。那头恶魔果真听我的话，扑腾着大翅膀直接飞到近前，匍匐在地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骑了上去。恶魔再次挥动翅膀，缓缓升至天空。而那名高阶异能者此刻也是突破了黑影军团的重重包围，见我被驮走，赶忙追了上去。此刻我异常的冷静，还极其渴望杀戮，总有一股莫名的冲动支使我围身应战。反正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，好在屁股底下这只恶魔还挺给力，飞行速度竟不逊于那名高阶异能者，从始至终都维持着300多米的距离。淋漓，我们华丽是诚心实意的邀请你加入，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，我们黄院长都可以满足。放屁，连续辱我2次较有诚意，上次之事纯粹是钱丽华自作主张，你需要什么补偿尽管开口。这货真拿我当傻子看了，借他钱丽华10个胆子也不敢如此行事。况且你们华丽能教给我什么？你们有暗黑系的指导课程吗？当然有。高阶异能者下意识的回应，随即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捂住嘴巴。我惊了，华丽有暗黑系的指导课程，就是说华丽可能在暗地里培养暗黑系人才，与其表面所宣扬的严重不符。卧槽，大爆料啊！淋漓，无论如何，今天你都要跟我回华丽，即便将你打成残废也在所不惜。身后的狗皮膏药发狠了，炎系异能疯狂涌动，隔着300来米我都感觉到了热浪来袭。回头一看，我滴个妈耶！卧槽，超级大火球！果断命令小弟提升高度，利用厚厚的云雾不断遮挡住身形。6个小时后，身后800-900米外那狗皮膏药还在继续追。大兄弟，你瞅瞅，这都到哪了？马上就要到暗黑王国的地盘了，你还追？其实那狗皮膏药早就追烦了，可他不甘心啊！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回去之后，怎么向黄院长交代？淋漓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属于高阶异能者的气势全力释放，一道炎柱直冲天际，本就暗淡下来的天色被那席卷漫天的火焰所渲染。喂，你就不怕干掉我之后回去交不了差吗？我只能再嘴遁一回。暗黑王国近在眼前了，只要冲入青运市的范围内，一定会有人来救自己。届时不把这狗屁膏药打回原形，让你落入其他势力手中，我就更交不了差了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回华丽，一切的一切都好商量。眼瞅着火烧云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我有些慌了。再朝前方看去，一栋栋高楼大厦的虚影，那便是青运市。按照目前的速度，至少还需要3分钟。我咬牙释放出一道暗黑屏障护住自身。大宝贝啊，你再飞快一点，我的命可都交在你手里了。那只恶魔侧头看了眼我，竟人性化的点了点头，随即拼了命的扇动翅膀，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我能清楚地感知到恶魔的暗黑之力正在快速消失，很显然他是在超负荷运作。砰砰砰，接连不断的轰鸣声在我后上方响起，伴随火光越来越近，炙热的温度仿佛要融化一切。暗黑屏障逐渐开始出现裂痕，看样子是撑不了多久。我也是在即将抵达青运市边缘地带的时候，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道：我是淋漓，暗黑王国的审判官、执行官何在？一道雄厚的暗黑之力将自己包裹，紧接着就是好几十道身影刷刷刷的从上空掠过，直奔那狗皮膏药而去。林同学感觉如何？没受伤吧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向着身旁看去，真该死啊！这世界上竟会有与我容貌平分秋色之人。此时暗黑王国内，只要是暗黑王国体系中的成员，见到自己都是毕恭毕敬的，尤其是沃勒一路陪同讲解，那待遇估计首领叶城来了也就那样。只是可惜1个月前没能加入暗黑王国。沃勒指着最中间的那栋金色超级大楼说道：林同学，这里就是圣殿治疗中心了。我懵懵懂懂的点头，人家说去哪就跟着去哪呗。刚一走到门口，迎面撞上几名黑衣成员，见到我后先是愣了愣，随即就兴奋：林大人好！这一下给我整不会了。2名高阶异能者向自己问好，我赶忙摆手示意承受不起。林同学有所不知，暗黑王国向来崇尚强者与天赋制强者，你的地位早晚有一天会超越叶首领。沃勒，你说笑了，我才出阶9级，距离叶首领还差108000里远呢。沃勒疑惑地看向我，那眼神仿佛是在问：吹焰兵的吧你？不过2秒过后，沃勒的瞳孔就开始微微收缩，神情愈发浓重。林同学，我才发现为何我感知不到你的境界。
这时我才想起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觉醒了铸造之力，随即我将觉醒的事情告知沃勒。沃尔表情凝固，好似听傻了。什么觉醒？为何我从未听说过？我轻轻一跺脚，中心地带瞬间被暗黑所侵，紧接着一头人形却长着双翼的恶魔从地下缓缓钻出。沃勒都结巴了，显然是从未遇见过这种状况。暗黑系什么时候变成召唤技了？我召唤出的这只恶魔可谓是崩塌了周围几人的世界观，还有许多来往路过的暗黑成员见到恶魔后全都愣在原地。那恶魔身上的气息实在是太熟悉了，高质量纯粹的暗黑异能，都围在这干嘛呢？圣殿的规矩都让你们给抛之脑后了吗？到极其富有威严的呵斥声传来，四周围的暗黑成员皆是一惊，赶忙四散开来，该干嘛干嘛去了。一位身着灰褐色古袍的老者走上前来，当其见到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恶魔后，也是愣了愣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沃勒这才回过神来，对着老者微微躬身道：“于武长老。”我挠了挠头，这又是哪位大佬？你不是邻里小鬼吗？前段时间叶城就同我说你小子即将加入暗黑王国，你怎么才来呢？是遇见什么麻烦了吗？没等我回答，沃勒就愤愤地插嘴道：“林同学这一路是被华丽追杀而来，吃了不少的苦头。”于武突然大喝一声：“黄飞鸿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，竟敢明目张胆地挑衅暗黑王国，还敢追杀我们暗黑王国的传奇！待叶城回来，必须给他华丽一点小小的教训才行。都说暗黑王国向来记仇，就这家大业大不得炸平华丽。”于武的注意力再次转移至我身上，瞅了半天，眉头越来越重。小子，我若没算错，你已经觉醒了1月有余吧？怎么身上一点境界都没有呢？我将自己觉醒的事情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，除了梦中的丑老头以外，该说的都说了。于武听后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召唤系是与生灵签订契约，从而达到援助的效果。他们所召唤的都是存在于世的生灵，可这东西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没有意识，没有智慧，更像是将能量幻化成形态，从而支配其运作。”沃勒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按照林同学所述，他能铸造出中阶7级的恶魔，这实力差距未免太大了些。初阶9级，于武都失身失声了。我人族之姓，我暗黑之姓啊！这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生怕他一口气上不来隔过去。小子说你想要什么？于武的这句话来得太过突然，搞得我不知所措。好在于武给出了选项：必寿结晶、元素结晶、天才地宝、至高权位、天仙美女。越往后说越离谱，天仙美女是什么鬼？真的可以选吗？小孩子才会去做选择题，我全都要。就在这时，30多名一袭黑色作战风衣的战士们赶来。